在泰国东边的乌蹦府啊，有个帕登国家公园，这是个看日出的好地方。天光初破，云海翻涌，苍茫大地上一轮红日缓缓升起，令人心生震撼。2019年6月9日，丈夫带着怀孕3个半月的妻子来到这儿看日出。丈夫从背后抱住她，双手温柔地环住她微微隆起的腹部，亲吻她的脸颊。正当妻子享受着浪漫与喜悦时，丈夫于晓东凑近她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你去死吧！”话音未落，用力一推，妻子来不及反应，整个人从34米高的悬崖坠下。这不是小说啊，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儿。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细节，是因为跟以往的案子不同，这次的受害者居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她叫王暖暖，泰国孕妇坠崖案的主角，电影《消失的她》的原型。于晓东为什么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王暖暖又是如何从那片峭壁下生还的？当他睁开双眼，等待着的究竟是伸张的正义，还是漫长的拉锯？暖暖告诉我们，重生并不是回到从前，而是带着伤口重新学会活下去。欢迎打开 MR 档案，今儿啊，我们来讲王暖暖的绝境与重生。王暖暖是江苏南京人，从小家境不错，性格开朗，待人真诚，有很多朋友。她笑起来有感染力，是那种让人容易亲近的人。2005年，她考入扬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1年在一家旅游公司任职，勤快能干，深受信任。2012年，公司开拓了泰国业务，她作为项目负责人前往曼谷对接。那次出差啊，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在异国的阳光与海风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辽阔，也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年轻有为的创业者，萌生了自己闯一闯的念头。2015年，28岁的暖暖辞去稳定的工作，一个人带着积蓄飞往泰国曼谷开始创业。他的第一个项目呢是倒腾芒果干，在当地加工，再卖回国内。可是现实远比理想残酷，高温让仓库里的芒果全烂了，只加工出了少量的芒果干。他一夜之间赔光了20万，创业资金几乎归零。但是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尝试做外贸生意，天天跑客户，还要学习泰语，每天只能睡个3-4个小时。暖暖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快乐的小马达，累但是快乐着。没过几年，王暖暖创业成功，在泰国有了自己的外贸实体店、民宿、中餐厅，还在泰国的华人圈小有名气，甚至还买了一艘游轮。游轮行驶在湄南河上，划破碧波万顷，天大地大，暖暖越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事业成功，但他始终一个人。于是他跑到了曼谷市中心的四面佛那儿，悄悄许了个愿望，希望天赐良缘，早日脱单。结果没过多久，竟然真就出现了这么个人。2017年5月，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个叫做于晓东的男人闯进了王暖暖的生活当中。他在聚会上称自己刚来到泰国，正在考察项目。于晓东说话有南京口音，让王暖暖感觉非常亲切。加上聚会的朋友几乎都是情侣，唯独他俩单独前来，一切看起来恰到好处。于晓东主动加了他的微信，他也没有拒绝。几天后王暖暖去泰语学校上课的时候，发现泰文书落在了朋友家，于晓东就自告奋勇来送书，又很贴心地把他送到学校。等王暖暖下课的时候，发现于晓东竟然还在学校门口等着接他呢。于晓东说，泰国这儿治安不好，他不放心暖暖一个人回家。那天起他几乎是每天接送暖暖上下课，车里放着音乐，窗外阳光温柔，两人偶尔闲聊1-2句泰语的学习进度，也交流一些在泰国做生意的门道。于晓东自称是江苏江阴人，家境殷实，母亲在当地做模具生意。他说自己的南京口音是跟朋友学的，没想到竟然让王暖暖产生了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他还说自己在国内做生意失败了，来泰国是为了重新开始。两人一来二去就渐渐熟络了。有天晚上于晓东在微信上给王暖暖发来了一篇声情并茂的小作文，字里行间充满了体贴与温情。那时的王暖暖事业稳定，却在异国常常感受到孤独。他渴望婚姻与家庭，这样的表白恰恰击中了他内心柔软的地方。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一开门，然后发现他在门口，非常的疲惫。他因为太想念我了，所以说就坐在门口整整1夜。那一刻他的心被轻轻地撞了一下。他曾经说过自己喜欢看海，于晓东记在心里，提议去华兴。
那是曼谷南方约200公里的著名海岸城市，是泰国皇室的度假胜地。海风温热，沙滩洁白，他们租了2匹矮脚马，在海边并肩骑行。骑了一段路的时候呢，突然加快了脚步，就顺着前面骑到了最前端的时候呢，绕了一个圈回来，然后回到我面前下马，就很郑重地跟我说，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也会是王子，那你的白马王子就是我。当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我这一生的恋人，所以我想郑重地跟你请求，我们交往吧。那时候的王暖暖认为幸福就在眼前，可不能让它溜走了，于是他们开始交往。起初一切都完美的无可挑剔，于晓东展现出近乎理想的形象，有事业心，爱打拼，自律阳光，爱健身，积极向上，脾气还好，每天都为暖暖送早餐，有花钱的地方都是他抢着买单。于晓东告诉暖暖，自己有过一段婚史，属于被父母催促下的仓促婚姻，因为感情不和，双方和平离婚。他有一个儿子由前妻抚养。王暖暖听了不仅没有怀疑，反而多了几分心疼。他以为这个受伤的男人终于遇到了懂他的人。然而假象终究会破灭。坠崖之后，暖暖从朋友口中得知，早在那次聚会之前，于晓东就打听过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口袋里有多少银子。其实他早已是于晓东的目标。于晓东翻遍他3年的朋友圈，记下他的喜好，朋友圈里的语气，他爱吃的早餐，喜欢的颜色，中意的海滩，一切的一切，只为了一场精准的猎杀。那些温柔与浪漫的背后，藏着一场精心的算计。两人确定关系后于晓东便频繁地向王暖暖求婚。交往仅2个月的时候，于晓东就突然告诉王暖暖说，第2天的回国机票他已经买好了，要带她去领证结婚。王暖暖觉得太荒唐了，却被他一句就算不领证，咱们回去看看家人朋友也好说动了心。等回国后于晓东才坦白说自己在国内曾经坐过牢，不过那都是替兄弟顶的事儿，年少冲动嘛，19岁进去，27岁出来，还是好汉一条。事实上他可不是什么替人顶罪的兄弟，而是那起案件的主犯，还差点杀了人，因抢劫盗窃罪被判了12年，减刑后坐了8年。直到这时王暖暖还是没有意识到，满嘴谎话的于晓东绝非善类，觉得他不过就是年少无知，被人拖下水的，依旧沉迷在他是个好男人的幻想中无法自拔。王暖暖提议说去见见于晓东的父母，也被拒绝了，理由听起来很荒诞。于晓东说母亲在尼泊尔闭关修行，父子关系一直很紧张。那去女方家里总可以吧？他又找借口了，说自己没有稳定的收入，怕暖暖的爸妈瞧不起。后来他出了个馊主意，让王暖暖把户口本偷出来，俩人去领证。要是民政局开门呢，那就是上天的安排。那天是个星期六，民政局本该休息的，可是命运却偏偏开了个玩笑。那一天，民政局居然开门了。就这样，在没有任何亲友的见证下，他们结为了合法夫妻。只是那一扇轻易被推开的门，后来的王暖暖穷尽一切都想关上。回到泰国后起初于晓东还装模作样，继续扮演好丈夫的角色，开车做饭打点生活，表面上无微不至。王暖暖呢，一心忙着打理生意，几乎没有察觉异样。可没过多久，于晓东就开始以各种理由向他要钱，先是说要还信用卡，再是欠朋友债务，从5000、1万人民币到5万、10万、20万，像无底洞一样掏空着王暖暖。为了让他有事可做，王暖暖把自家的中餐厅交给他打理，还给他每月开2万的工资。可于晓东根本就看不上这点钱，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埋头打游戏。有一次王暖暖在餐厅端菜的时候，一脚踩空了，从楼梯上重重摔了下去。于晓东只是抬头瞥了一眼，又低头继续玩他的游戏。当时在中餐厅里面，那天生意特别忙，我从我餐厅2楼下来的时候，一脚踩空了，直接就从这个楼梯上滚下来了。因为疼痛，当时叫得特别大声，他当时已经听到了，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头低下来继续打游戏。最后我是被我的店员扶起来，送到医院去就医的。更过分的是于晓东的毒瘾在婚后彻底暴露。他经常和那些刚出狱的狱友混在一起，俩人相遇时让暖暖卸下防备的家乡口音，闹了半天就是在服刑的时候跟狱友学来的。现在这些狐朋狗友整天围着他转，吹捧他，拍马屁。于晓东呢，带着他们吃喝玩乐，喝酒唱 K 一条龙，玩腻了就去赌。
不仅流连泰国的地下赌场，还常常飞去澳门豪赌，一晚上能输掉几十万。2018年11月的一天早上，于晓东说要去拜访客户，结果一去不回。没过多久，公司会计急匆匆地找到王暖暖，说账上少了500万。王暖暖赶去银行一查，才发现是于晓东带着俩人的身份证、结婚证和银行卡密码一次性转走了这笔钱。王暖暖立刻报警，7天7夜之后，于晓东被警察抓回，而那500万早已被他在赌桌上输得干干净净。面对妻子，他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痛哭流涕，声泪俱下的求原谅。王暖暖心太软，再一次选择了相信他。他见到我的时候，一直跪下来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的忏悔，求我原谅，求我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情。我看着痛哭流涕的他，两个人抱头痛哭，真的是又爱他又恨他。这事之后啊，王暖暖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偷偷领证的事儿，苦口婆心的劝他赶紧离婚吧。可偏偏就在这时，王暖暖发现自己怀孕了。从那一刻起，于晓东似乎又换上了好丈夫的面具，每天做饭打扫，体贴温柔，不再靠近赌桌一步。难道说孩子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丈夫？还是说这只是他酝酿阴谋的开始呢？在得知王暖暖怀孕仅10天后，于晓东就买了2份保险，受益人是双方，如果一方不幸身故，另一方可以获得约31万的赔偿。2019年6月，王暖暖怀孕3个半月的时候，于晓东提出想要去泰国乌蹦府游玩。那里靠近泰老边境，风景原始，游客又少。于晓东说，乌蹦府有个地方叫帕登国家公园，是泰国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之一，景色特别震撼。王暖暖呢，其实不太想去，但是于晓东就劝她呀，你看宝宝快出生了，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再像这样出去玩了，我们去旅游一趟吧。一句看似体贴的话，让王暖暖放下了顾虑。毕竟怀孕前他们也爱一起出去旅游。到达帕登国家公园的那天，阳光很烈，悬崖边上风很大，风景呢确实很美，但是恐高的于晓东却一反常态的老往悬崖边上凑，还总探头往下看。王暖暖当时就觉得奇怪，问他干嘛贴那么近。于晓东笑笑说，这是在锻炼胆量，要克服恐高。王暖暖当时呢没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那天于晓东其实是在勘察地形。第二天一大早于晓东又把王暖暖叫醒了，说想再去悬崖那儿看看日出。已经去过一次了，王暖暖不愿意再去了。于晓东又劝道，那可是泰国最美的日出再过几个月宝宝就出生了，咱们一家3口去那儿看日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王暖暖很是感动，于是6月9号那天清晨，他跟着于晓东再次来到了帕登国家公园。日出确实很美，天边的光一点点爬上来，把崖边的石头染成了金色。于晓东忽然开口问他，你这辈子有什么遗憾吗？他愣了一下，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想了想自己这几年事业顺利，家人平安，现在还怀上了孩子，于是笑着说没什么遗憾。于晓东听后脸上的神情微微一变，像是在心里做了什么决定。他说前面有个3000多年的古人类壁画，要带王暖暖去看看。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小树林，路越走越窄，尽头是一道笔直的悬崖，根本无路可走。王暖暖停下脚步，不解地问，哪里有壁画呀？前面根本走不通啊。但是于晓东却坚定地指着前方，语气异常兴奋地说，我做了功课的，再往前走一点你就能看到。王暖暖心里升起一阵不安，母亲的直觉告诉她，这地方太危险了，不能继续往前。没想到她刚转身，于晓东就快步追上，一把拉住她，从身后抱住，双手环住她的腹部，轻轻地在她脸颊上落下了一个吻。王暖暖还以为于晓东这是在哄她呢，心里闪过一丝温柔。可是就在下一秒，他听见于晓东在耳边几乎是贴着皮肤吐出4个冰冷的字，你去死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巨大的推力从背后袭来，王暖暖只觉得脚下腾空，天地倒转。那一刻他才彻底明白，刚才的拥抱和亲吻不是爱情的甜蜜，而是于晓东为他，为腹中的孩子精心准备的告别仪式。王暖暖坠下的悬崖足有34米高，按于晓东的估算，这一摔必死无疑。好丈夫的剧本他早就演够了，只要赌赢这场，他就能够继承妻子的全部遗产，大肆挥霍。当然了，如果赌输了，他下半辈子就得进监狱。不过在他看来，
这把赌局稳赢，他自信计划万无一失。可他万万没想到，在赌这件事情上，他注定是个 loser。下坠的瞬间，王暖暖的身体撞上了树枝，剧烈的撞击让他的五脏六腑几乎碎裂，却因此削弱了一些加速度，最后重重地砸进崖底。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起初他并没有觉得疼痛难忍，身体进入创伤性阵痛反应，肾上腺素在血液中剧烈释放，疼痛被暂时封锁，意识却异常清醒。她明白这不是意外，而是丈夫于晓东蓄意谋杀。但她来不及细想，用尽全身力气呼救，可是风在牙间盘旋，声音被卷进气流，一遍遍撞上岩壁。她一次次地喊，嗓子撕裂，血液倒灌，直到再也发不出声。她突然想到比起失血过多，更可怕的死法是被野兽一口一口的撕碎啃食。她后悔小时候看了太多的动物世界，太清楚自然的残酷法则。而更让她不敢想的是，自己的腹中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呢。不知道过了多久，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最初像是幻觉，但那震动越来越近，像是脚步声。她屏住呼吸，直到眼前出现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有人扑到她面前，用泰语急切地问：“你怎么了？”但她喉咙里都是血，根本说不出话来。那人看出她可能听不懂，随即换成了英语，反复地说着 "You're safe, you're safe"。他知道，他终于得救了。在崖底的血和泥之间，他看见了微弱的光。原来一位误入山谷的驴友经过，发现了他，于是立刻呼救，联系园区管理员。救援队赶来，把奄奄一息的王暖暖抬上担架。那一刻，他逃过了死神的手，也拉开了坠崖孕妇案的序幕。救援队抬起她的身体时，王暖暖疼得几乎昏死过去。颠簸的山路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了煎熬。经过了漫长的忍耐，她被送到乌泵府最大的医院。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即将见到的除了医生、护士，还有那个几个小时前才刚刚亲手把她推下悬崖的人。其实于晓东的出现并非偶然，从国家公园到医院只有那么一条主路。那天他离开现场的时候，正好看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去，他心里一沉，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间点有一辆救护车往悬崖的方向而去呢？难道王暖暖这么快就被发现了？他越想越不安，犹豫片刻后，咬牙掉头跟了过去。就这样，他假装吃瓜群众，远远地看着王暖暖被营救的过程，心里一边祈祷他已经断了气儿，但是又做贼心虚，不敢上前辨认。直到王暖暖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于晓东又一路尾随，像影子一样的跟到了病房门外。在门外来回偷看的时候警察发现他鬼鬼祟祟的，也不会说泰语，于是就上前盘问，要查他的护照。于晓东这才不得已承认他是王暖暖的丈夫。工作人员呢，误以为他是来安抚妻子的，就把他喊了进来。当时他就站在病床4-5米外，一动不动。当和王暖暖的目光四目相对时，彼此的脸上都写满了错愕和震惊，空气几乎凝固。突然，于晓东提高嗓门，仿佛奥斯卡影帝上身：“老婆，你去哪儿了？我找你都找不到，我急死了！”王暖暖浑身一震，胸口的怒火烧了起来，她强撑着力气，撕裂般的喊出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看到他，我情绪就很激动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推我？”这一声彻底划开了于晓东的假面。他愣在原地，眼神里掺杂着震惊与慌乱。显然他没想到王暖暖竟然还能说话。但是只是停顿了片刻，他立刻收敛起表情，走近，俯身，压低声音，语气冰冷地说：“你闭嘴，这儿没人听得懂中文，也没有人看到发生了什么。你再乱叫，等没人的时候我就弄死你。”这些令人背后发凉的对话记录在王暖暖的书《重生》当中。如果不是亲历者自述，很难想象这样像电影一般的情节竟然真的发生在现实当中。就在那张病床上，于晓东当着众人的面对王暖暖发出了第2张死亡通知书。而当时的王暖暖全身上下只剩一只眼睛和一根手指还能动，这就是她的全部筹码了。靠着这点微弱的力量，王暖暖是如何在生与死的缝隙间求生的呢？经过医生检查，王暖暖浑身上下一共有17处骨折，其中有6处是开放性骨折，情况非常危急。医院当即就为她实施了手术。
医生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 baby 是安全的。手术的同时，警方对于晓东进行了问询。他跟警察解释说，夫妻俩分头在公园玩，他也不知道妻子是怎么坠下去的，猜测也许是怀孕期间低血糖吧。还说自己非常担心，一直在四处寻找，末了还不忘向警方和园区表示深深的感谢，幸亏他们救了妻子一命，才让他的小家庭免于悲剧。这么一来，警方暂时也没有什么继续追查下去的理由。事发第3天，警察给王暖暖做笔录，于晓东一直就站在病床边。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恐惧下，王暖暖只能说自己是因为头晕跌落了悬崖。为了苟活，王暖暖只能假装原谅。他对于晓东说，我觉得你可能也就是一时冲动才对我那样的，毕竟我们还有孩子，以后孩子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呀。如果我把你送进去了，我要怎么跟孩子交代呢？这番话让于晓东暂时放松了警惕，但他始终不放心。他时不时的抬腕看表，像特工一样打量走廊里的人流和护士的动向，仿佛在等待一个合适的空隙。在他看来，这家医院距离事发地太近，警方又还在盯着坠崖案，随时可能露馅。于是他联系了曼谷的一家私立医院，声称要给妻子换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治疗，还花了1万多人民币，让私立医院派救护车从曼谷一路开到乌蚌接人。王暖暖知道，如果上了那辆救护车，于晓东一定找机会把他弄死，但他连抗争的意志都不敢流露，因为于晓东会立刻起疑，明白他所谓的不报警不揭发全都是假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暖暖的主治大夫站了出来，坚决反对转院，认为按照当时的情况，转院就等于送死。他把王暖暖挡在身后，掷地有声地对于晓东说，无论你讲什么，患者现在都不能出院，即便你已经把曼谷的救护车花钱调过来了，即便你愿意在出院通知书上签后果自负，我们还是不能放他走，因为他是一条生命，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去。听到这话王暖暖早已泪流满面。他告诉自己，是啊，我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医生都不想眼睁睁地看我去送死，所以我不能辜负了他们。僵持之下，于晓东花钱雇的救护车左等右等不见人，只能空车返回了曼谷。王暖暖再一次死里逃生的同时，也下定决心，是时候主动出击了。王暖暖明白，要想摆脱困境，光靠自己根本不可能，他需要第三方人证，一个能够证明于晓东蓄意谋杀，或者至少能录下他威胁言行的目击者。于是他只好装出一副妥协的样子，对于晓东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愿意不举报不揭发，回国后重新开始，但于晓东必须承诺发誓，以后不许再伤害他和孩子了。于晓东愣了一下，赶忙接住了话茬，表情甚至有几分真诚。他一边解释一边保证，说自己一时冲动，心里头后悔，只要王暖暖不揭发，就会加倍的疼爱他和孩子，从此好好过日子。但当王暖暖提出希望共同的朋友武元来作证时，他明显起了防备，面色一沉，直接否决，表示他只能跟一个人立誓，那就是他的母亲陆慧芳。王暖暖心中一紧他知道这个婆婆绝不会帮自己说一句话的，如果只有陆慧芳来，自己根本没救。于是他换了个角度，耐心劝说道，你看老太太一个人年纪大，也不懂外语，不熟悉路嘛，让武元陪同照顾更为稳妥。于晓东思索片刻，最终放下戒心，点头同意。几天后，陆慧芳和武元抵达了乌蚌。陆慧芳走进 ICU 的时候，只是远远地站着，仿佛王暖暖身上带着什么病毒似的，还若无其事地说，哎呀，不就是骨折吗？2-3个月就好了，仿佛这坠崖跟感冒发烧似的，连半毛钱关心都没有。反倒是武元看到王暖暖的惨状，非常震惊，眼里满是心疼，责问于晓东是怎么照顾老婆的。武元的关切还没怎么出口呢，就被于晓东死死盯住，从头到尾寸步不离，生怕王暖暖和他多说一个字儿。简单的寒暄几句后他便催促武元订回国的机票吧。好在当天的航班早已售罄，最近的一班也要第2天下午2点。于是躺在病床上的王暖暖，坐在床边的武元，靠在窗前的于晓东，还有远远站着的陆慧芳，挤在狭小的病房熬起了鹰，表面平静，却暗流汹涌。转机出现在深夜，陆慧芳执意要出门给儿子买吃的，于晓东左右为难，既怕母亲迷路，又不愿意离开病房。
僵持了几分钟之后，他还是追了出去，临走前丢下一句：“我可5分钟就回来啊。”门关上的那一刻，病房安静的连呼吸声都能听见，这是王暖暖等待已久的机会。让武元确认了走廊没人之后，王暖暖才竭尽全力把真相说了出来。他不是什么意外坠崖，而是被于晓东亲手推下去的。现在武元是他唯一的希望，他需要帮助啊！武元听后呢，震惊的无以复加。这样的真相让他毛骨悚然。第一反应是害怕自己卷入杀人案，毕竟他对于晓东的狠心也有所忌惮，那人真要下手是不留情的。王暖暖用尽全身力气恳求道：“我现在无依无靠，走投无路，求求你帮我保留证据。”最终，善良和正义压制了恐惧和慌乱。武元下定决心，点了点头，说：“豁出去了，我帮你。”于晓东和陆慧芳提着吃的回来之后，于晓东立刻警惕地问他们刚才在聊什么。武元一下子就被问愣了，答不上来。王暖暖呢，立刻就喊疼疼疼，说刚刚在和武元商量止痛药的量，这才勉强对付了过去。直到深夜于晓东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些。王暖暖抓准时机，突然开口说：“既然现在没有外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推下去？”于晓东略显迟疑，没接话。一旁的武元呢，是个老实人，这时候他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表演就是假装镇定。反而是陆慧芳在一旁听见了，立刻插话问：“儿子他一直在问你推他的事，你倒是说说呀，到底怎么回事？”母亲的再三追问反倒成了意外的助攻。于晓东被逼得没了退路，终于低声说了句：“是的。”但是仅仅一句“是的”不足以成为证据。在王暖暖的引导下，他一边承认一边辩解。他先夸王暖暖是个完美的妻子，简直好到无可挑剔。硬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在金钱上不能满足他。他赌钱欠债，王暖暖不帮忙到底，反而发誓说再也不会替他还1分钱。说不还就不还，事情做得这么绝，他也没办法，只好出此下策。于晓东毫不避讳地说，离婚对他来说不解决问题，因为他分不到什么钱的，就算王暖暖愿意给，那也是9牛1毛，几百万够干什么的呢？他要的是王暖暖的全部身家。这一切都被武元完整录下，那几分钟紧张到令人窒息。于晓东几次怀疑不对，伸手去摸后腰，那里隐约有一处隆起，仿佛是枪的形状。好在后来陆慧芳熬不住了，坚持要出去休息，于晓东只好陪她离开。确认他们走远后，武元回到病房，满头大汗，手都在抖。他确认录音成功，立刻把音频传上云端。等于晓东回来之后，又是漫长的对峙，谁都不敢合眼。第二天清晨，武元离开泰国，带走了那份足以改变一切的录音。之后王暖暖趁着于晓东和陆慧芳外出退酒店，抓住短暂的空隙，向主治医生低声说出真相：他不是失足，而是被人推下悬崖的。医生立刻明白其中的分量，悄然上报警方，并以治疗调整为由，将他从 VIP 病房转入了普通 ICU。那儿不再允许家属24小时陪护，警方终于有机会介入。入院第6天下午，警方行动，一名警察假装例行问话，支走于晓东，便衣与翻译趁机进入病房。王暖暖亲口指认，凶手正是她的丈夫。3天后，泰国警方拿到逮捕令，便衣警察在病房外将于晓东当场逮捕。实施逮捕的时候，陆慧芳发疯似的扑向2名便衣，一边捶打一边嚷嚷：“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你们放开他！”于晓东呢，则对母亲大喊：“泰国可以保释，快去交保证金！”当天晚上，陆慧芳帮于晓东交了50万泰铢的保证金。讽刺的是，刷的还是王暖暖的卡。负责案件的警长签了反保释协议，也就是说，在法院宣判之前，于晓东必须在拘留所里，不能被保释。某种程度上说，陆慧芳毫无底线的溺爱，纵容了于晓东的种种行为，从以前的抢劫、赌博，到现在的蓄意杀妻，母子俩对王暖暖没有丝毫愧疚之情。婚后王暖暖曾经去过于晓东的家，他的父母压根就不是什么做生意的，家里头很穷，于晓东的父亲一辈子都不上班，靠陆慧芳养着。王暖暖认为，原生家庭对于晓东产生了影响，让他觉得男人不上班跟妻子要钱很正常。软饭男甚至 PUA 王暖暖说：“你如果爱我，就应该学我妈那样养我爸一辈子。如果你不给我钱，那就是不爱我。”
于晓东靠着王暖暖给他的钱养活着爸妈、前妻以及跟前妻生的孩子，这剧情啊，简直是寄生虫 Plus 版。他把王暖暖当成一个宿主，而当宿主无法再提供食物和营养的时候，寄生虫就要反噬。王暖暖的案子受到了乌泵官方的高度重视，当地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过这么恶性的谋杀案件了。好友武元回国后，火速把录音证据翻译之后发给乌泵旅游局的电子邮箱，乌泵旅游局第一时间交给警方，警方的反应很快，迅速将于晓东逮捕。录音的内容大致是于晓东用江阴话给陆慧芳讲述了事发的前因后果。陆慧芳听完呢，并没有责怪于晓东，竟然让他们以后再好好过日子。身心俱损的王暖暖被父母接回国，一边做康复治疗，一边等待泰国那边的消息。但他那时还不知道，回国后的他将要面对人生的另一个打击。由于坠崖后做了手术，打了止痛药，做了很多次的 CT 和核磁，医生告诉他腹中的胎儿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建议他立即引产。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做引产手术的时候，又遇到了难题。接到开证明必须要丈夫签字，而于晓东此时正在泰国蹲着呢。最后啊，还是居委会的热心大妈骑着小电驴直奔省委大院，拿着资料找领导打报告，总算是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祸不单行啊，南京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王暖暖说，丧心病狂的婆婆陆慧芳竟然把王暖暖给告了。她提出儿子要跟王暖暖立即离婚，并让王暖暖赔偿1100万。陆慧芳对于晓东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提，反而将婚姻破裂归咎于王暖暖的脾气不好。当时啊，王暖暖引产的新闻被国内各大媒体报道，法院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呢，对陆慧芳的起诉不予受理。不过陆慧芳并不打算善罢甘休，她带着于晓东的2个狱友大闹法院，被法警轰走后，又去王暖暖父母家深更半夜砸门撒泼，还把王暖暖在南京买的婚房给搬空了，连卫生纸都不放过，简直是蝗虫过境。而接下来等待王暖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康复手术和漫长的维权官司。2020年3月，坠崖案第一次庭审，陆慧芳花重金请了3名泰国律师为于晓东辩护。于晓东捏造事实，栽赃王暖暖，说他极其贪财且有妄想症。他说事实是因为他自己头晕掉下去的，我也跟他不在一起，我不知道，我是无辜的。他说我猜测是因为我们夫妻2个人白手起家，打拼下来巨额财产，然后我老婆想要独吞财产，所以说就从34米的悬崖自己跳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这样他就可以一个人掌握所有的财产了。王暖暖的律师们则用实打实的证据对抗于晓东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最终一审判决于晓东蓄意谋杀罪名成立，无期徒刑即日生效。陆慧芳叫嚷着冲向王暖暖，大骂所有的错都是他造成的，因为他太有钱了，勾引儿子犯罪，还骂王暖暖活该，就是该死。母子齐心，倒反天罡。于晓东也表示不服，提出上诉。泰国中级法院又经过1年多的审理，认为无法认定蓄意谋杀，应属激情杀人，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王暖暖，你要坚强，法院判决出来了。我说2审改判10年。那么我也听到了电话那头的轻轻的哭的声音。王暖暖怎么可能接受这个结果，再次提出上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公司在疫情期间相继倒闭，坠崖后做手术住院花费了数百万，在泰国打官司、请律师、请人翻译相关材料等费用也相当高昂，可以说是雪上加霜。2023年6月2日，泰国最高法院宣判，被告人于晓东蓄意谋杀未遂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3年4个月。这一次，王暖暖对于判决结果感到满意，但是属于他的战斗，经过3审的折腾，还只是打到了一半。为啥呢？因为跟于晓东的离婚官司还没打呢。很多网友不理解王暖暖为什么要把离婚官司拖到现在。这个是因为坠崖案是在境外发生的刑事案件，由境外管辖，审理的时间呢比国内更为漫长。王暖暖的案子经历了4年才彻底走完了3审程序。如果要离婚，又涉及刑事案件，原则上一定是先刑事后民事。而于晓东身处泰国监狱，无疑让离婚变得更为困难。泰国监狱没有办法把他放回来开庭，国内的法官也不可能去泰国开庭。
说到底啊，在他的这个离婚诉讼案中，重要的不是实体问题，而是程序问题，没有先例可循啊，只能通过双边的司法合作条约来解决。其实我国和泰国是没有这个相当于这个海牙公约的这个缔约国的，所以他就需要用外交的程序去进行送达，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花费比较多的时间。2023年9月6日，王暖暖委托律师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递交离婚起诉状，要求与于晓东离婚，并要求其净身出户。次日，法院正式立案，这起案件也成为中国首例被告在境外服刑的离婚案。王暖暖说，于晓东甚至问他索要3000万的离婚费，作为其精神和青春损失费才肯离婚，否则就拖死他。2025年9月26日，王暖暖的离婚案终于开庭。通过外交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努力协调，于晓东通过视频的方式出庭。当天一大早，很多媒体都来到法院门口开启直播，网友和现场的群众也都在为王暖暖加油打气。当天中午12点多，庭审结束，王暖暖表示进行得很顺利。10月10日，王暖暖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发布王暖暖和于晓东离婚纠纷案的一审判决，法院准予离婚，并判令于晓东赔偿王暖暖50万元。此时啊，距离被丈夫推下悬崖已经过去了6年。在那一瞬间，有开心，有难过，然后有喜极而泣，就真的是非常复杂。法律给予了我公正，然后他是占不到任何便宜，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除了等待正义的审判，命运也终于给了王暖暖新的馈赠。去年的9月17日，她通过试管婴儿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地的户籍部门为孩子登记了户口，母子平安。那一刻啊，她的人生重新被点亮。医生曾经断言她终生无法怀孕，再也不能站立。可如今，这个曾经被推下34米悬崖的女人，凭借8次大手术、117根吻合钉和无数次的康复训练，奇迹般的重新站了起来。她把伤疤拍成写真，记录下每一道伤口，也记录下生命的倔强。现在啊，王暖暖定居杭州，做起了自媒体，开启直播带货。有人会指责她卖惨、消费悲剧，但她淡淡一笑：现实不是童话。手术、康复、上诉、生活，这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挣的呀。他不做受害者，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暖暖能够活下来，真的是一场奇迹。那棵挡住坠落的树，那位误入山谷的驴友，那个安慰他“你安全了”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个坚持反对转院的医生，每一个瞬间都在帮他重写命运。前不久啊，他重返乌蹦，站在那座悬崖前。风声依旧，阳光依旧，他对着山谷轻声道谢，感谢那些曾经拯救过他的人，也感谢那个从地狱里爬回来的自己。如今的他呀，已经接受了上百次的媒体采访，不避讳伤痛，也不回避真相。他说，只要有人能从他的经历中得到警示和力量，那么这一场重生就没有白费。我们也有机会连线到王暖暖，来聊一聊他重生之后的日子。哎，暖暖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连线。你现在 base 在哪里啊？这个身体上啊，包括工作上，大概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我现在在杭州，在杭州生活和工作，然后做电商。身体上的话，经过那么大的伤害，肯定是回不到从前的，而且未来可能还有手术要做。只能说是慢慢来吧。然后呢，生活在继续，工作也要继续，慢慢来。对，我知道你们团队也是刚刚忙完双11，效果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想的一些情况？我去年做了1次吧，今年做了第2次。去年是体验了一下，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今年的话会好一些。其实我有注意到，就是不管是你在直播也好，还有在这个一些视频下面也好，还是会有一些偶尔啦，有一些质疑声出现，就是说，是不是在消费苦难啊？是整个的账号会不会有点商业属性太强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些不同的声音会不会困扰到你，或者说你对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不会困扰啊，这种东西见仁见智吧，每个人他想怎么理解就是怎么理解。我个人认为就是人的，就是随着时间线的成长，它是像那个竹节一样一段一段的。那我之前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商业行为，也没有变现，
就我所做的事情只是传播我的故事，然后让更多的人受到警醒和启发，更好的保护自己，仅此而已。我中间也有退网过很长时间，去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这个就是宣传，就是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后，我有退网去康复。然后那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我要重新回来了以后，那么我想要重新把我倒掉的事业重新捡起来，那么这个自然就是商业属性很强了。我以前本来就是做生意的嘛，那么我就要把商业这块做好，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和每一个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我把它做好就行了。而且就像你说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在泰国那会儿生意做得很好，而且说实话，像现在的这个流量时代了，电商时代，搞不好，如果即使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奇迹，你可能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对吧？所以，对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让很多人更好奇，就这么一个双商在线又独立又能干的女性，在面对这个婚姻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红灯亮起的时候，当时没有及时止损，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是不是有点恋爱脑了？你回过头复盘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这个细节累加在一起，中间的柴米油盐全部都去掉，那每个人都很清醒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嘛，每个人都带着智慧和上帝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它是混淆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又不是连续发生的，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那么迅速的做出判断。而且及时止损的话，也不是说你结了婚你吵一架你就马上就离婚了，你结了婚了你摔了一跤，你丈夫没有扶你，你马上就离婚了，对不对？就是不是这样去能够以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事情的，再聪明的人也不至于。就是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在婚姻中去信任和包容另一半，这是好事儿啊。那如果我因此，这是一个美好的品德。对啊，如果我因此受到了伤害，难道我就需要这个沉沦在这个自责和后悔中无法自拔吗？对吧？而且前一阵子有新闻爆出来，这个于晓东大概率是电诈头目。那其实任何一个人可能很难从一个精心策划的这个婚姻骗局当中轻易抽身，对吧？因为最后发生了那样恶劣的事情，所以大家笑话我是恋爱脑，是个笨蛋。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结局不是那样子，如果于晓东他从一个恶棍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然后做大做强，那是不是大家都来夸赞我说，哦，好有眼光，我好有包容心啊？因为我的包容心才能点石成金，才能够寻得千里马，我是伯乐，我好有智慧啊！我跟你说，所有的东西它是可以同一个事件或者是同样发生的事情，可以拿来去佐证两个相反的结果的。所以我不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有太大的问题，只能说是我当时的认知吧，没有现在这么高，然后给了他太多的空间，只能是这样子。你非常有勇气的一遍一遍的，每次讲述其实都是挖开自己的伤疤。你在这个讲述过程中，其实已经从一个这个坠崖案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反婚诈的、反对婚内伤害的这么一个宣传者。我不知道这个心态和身份的转变，你有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如果说现在让你去定义自己，王暖暖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想过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但是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不要去躲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他有那种应激伤害，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以后，他会拒绝去谈这件事情，试图去遗忘，实际上是不会的，然后反而会去躲避，你这一生就会被这件事情的阴影所笼罩。我始终认为，就是人会在这种直视和念念不忘中慢慢遗忘它。其实我讲的多了以后，我渐渐的会发现，时隔7年，虽然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有一些细节已经开始慢慢模糊了，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希望记它一辈子啊。当然，除了这些所谓的身份之外，你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孩子的妈妈。宝宝的到来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憧憬和希望？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然后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活得更久一点，然后陪伴他更久一点，然后看到更久的未来，就特别简单。因为我觉得孩子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让生活充满了希望，让我整个人变得很平和。其实没有在生我儿子之前，我还是会充满愤怒和绝望的，很多时候会觉得我本来是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什么都有，但是被他搞得一无所有，
生活非常痛苦和困顿。我经常会在某个时刻很极端的时候去想跟他同归于尽。因为我活的已经是生活质量非常差了，那么跟他同归于尽，我至少复仇了。但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我的生活还有更多的希望，我还可以感受更多人间的美好。他是怎样的一个烂人与我无关，所以我觉得孩子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希望和勇气。加油加油！